好的，大家好，我是琉璃。这期视频呢是关于 PoE2 的1.1，应该叫0.1.1这个补丁的介绍吧。那先跟各位说一下，就是这一次补丁呢，我完整看了一遍它这个7分多的视频里面是没有像之前广为流传的一些谣言里说砍这个砍那个也没有说什么新职业，包括什么德鲁伊、吕猎手，这些都是没有的。我估计关于这些平衡性的改动很有可能要放在 PoE2 的下一个赛季了就这个视频后面我记得他是有说过会有一个新的赛季主题，但是呢要过一段时间，他那个版本会重置一下 PoE2 的经济系统，我估计也就是按照1代那样子直接给你开一个新的赛季，然后出新升华，出职业平衡这样。那这一个补丁主要就是一些游戏的终局方面的系统的优化，所以我这边呢就直接拖视频来说一下它这个内容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它下面这个字幕我也是一个一个啃的，所以很多东西可能说的不太对如果你发现有些东西他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可以在我这个视频的评论区指出就总的来说现在是他应该有承认是存在一些玩法，我看一下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就是他反正说是有一些玩法还有一些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但是没有提不代表他们没发现，只是因为现在没法处理，包括经济没有重置也是这个原因。我估计就是之前那批 TP 甲的问题吧，也不确定到底是洗白还是他们要怎么处理总之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内容这一块应该是说关于后期的异界方面的改动包括一些界碑还有一些强化的效果。那这边演示的呢是一个失落之塔的新皮肤就我们在过图的时候中间接的那些塔嘛，现在它会给这个失落之塔做更多的皮肤模型了但总归都是这种羊肠小道你看像这个山间也是一个模型，然后像这边这个一个小迷宫，基本都是这种跟原来失落之塔差不多的这种山间小道只是给了你多一些皮肤多一些选择，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原来的失落之塔这个战斗呢也是稍微优化了一下地图布局吧算是。然后接下来是地图异界地图这一边呢是首先它应该是优化了一波背牌的效果，但这边我不太清楚优化了什么。然后其次是新增了很多关于这个 BOSS 的刷新就是这种首领这个刷新，让你更容易在首领这边去进行补图，还有一些额外的掉落嘛，因为首领的掉落是比地图等级高2级的，你打一个80级的图在首领这边能找到82的武器，而82的装备呢基本上就能找到这个游戏几乎所有的词缀了。然后接下来是新增了一个碑牌这个碑牌会给周围的环境新增这个应该是给他们直接加 BOSS 的词缀就放进去，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就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碑。然后你看它放完之后这些地方都出现了 BOSS， 所以说你之后如果养图养得好，你是可以把这个图养的全部都是 BOSS 的。然后说一下这个 BOSS 呢，异界天赋之前有一个就是有 BOSS 的地图永远被照耀，那么你只要挂上去这个 BOSS 了，我估计照耀也是存在的，那相当于是同时挂上了有 BOSS 加等级加1的效果，它应该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改。然后是保险箱这边说是进行了一部分的优化，我看一下应该也就是刷怪方面的优化吧，整体打起来我不知道收益怎么样，收益差的还是没人打。然后其次是地图的一些障碍地图的一些障碍物按照他的说法是被优化了一下，现在没有那么多障碍来卡你路了，但现在看的这个演示感觉还是很多障碍就是了然后我们往后面看一下，这边应该是改动了一下施暴吧他这边意思应该是改了一下这个类似施暴的效果，就有一些怪物的伤害或者是一些死掉的效果，包括那个植物的花也有一些优化。然后小地图这边呢，我们之前通过按滚轮加 ESC 的方式是能卡成它现在屏幕里这个非常的缩略图是非常的清晰的这样一个状态现在这个东西转正了，也就是说以后你可以看到更清晰的小地图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还优化了一下一些布局吧，这个是异界地图的布局的说明。然后再往后面看，我看一下后面是什么，后面这边应该就是地图布局这些吧。然后这边好像是关于迷雾的一些改动，就包括15层迷雾还有迷雾相关的一些说明，但这个我看的不太懂所以就懂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然后接下来这边
预兆这边的话，我看英文字幕的意思是，祭坛这边刷新这种预兆类的物品啊，包括什么腐化制造，包括那个可能是左旋右旋这些东西，整体几率被上调了60%左右啊。然后是挖坟这边产出的东西，包括商店也进行了一波调整，我不知道是这个物品的调整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是一个整体的优化效果啊。然后接下来是我看一下，接下来是这个承载的效果，就是他这边介绍，就是因为之前有很多人找不到承载嘛，觉得很烦，所以现在他们呢把这个远处的承载给你标出来了，但是也只是给你标最近的啊，就是你看标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说之前那个找承载的方式可能确实是有用的，因为承载永远都是刷在这种离你比较近的位置嘛。他这边演示中是这样子，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现那种你开图之后很远很远都没有承载的方式。反正就是如果现在你的地图有承载，它会用这一个高亮的符号来给你显示啊。然后这边是优化了一下终局 BOSS 火焰巅峰这边的战斗体验啊，具体的优化方式是分几个，一个是它这边的战斗就是躲东西啊，好像不是躲流星了，现在好像是躲它这个火焰波，你在这个地方走位。然后其次是呢，给这个 BOSS 新增了一个挑战的复活次数啊，最低难度是可以让你复活6次的，但仅限上交门票的那个人，如果你在挑战成功之后，你会增加它的难度，那么每增加一次难度，可能这个 BOSS 它的复活次数就少一次。然后青铜承载啊，他们说青铜承载的门票之前在市场上最贵的，然后很多人觉得是青铜承载刷的少，然后他们说不是的，是因为很多玩家打这个东西打不过啊，这个 BOSS 老是放东西把人打死，但其实我觉得是打这个 BOSS 经常卡 bug 啊，包括我飞雷神天天被他卡死啊，见他劈完雷之后我就得小退然后再重进啊，所以这个东西的门票才贵，这个是，所以他们也优化了青铜承载的战斗体验啊。然后接下来是物品更新嘛，物品更新这边应该是有很多的逗逼暗金啊，原先完全没用的东西他们更新了一下，试图让他们变得有用，然后这些的话你就得看官网的蓝帖了，我这边英文比较渣啊，我就不翻译了。然后是下一步，我看一下，下一步这边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改动，就是符文终于可以覆盖了。就我们原先镶嵌在装备上的这种符文还有灵魂核心啊，现在你可以用新的把它们覆盖掉了。当然老的肯定是取不下来的啊，没法像之前那样便捷式热插拔嘛。然后下一步我看看下一步还有什么，下一步应该是对一些小怪的战斗体验的优化，包括这个扛石头的怪，包括一些怪物的体验啊，这个就是战斗体验了，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还有一个点我看一下，就是这边是主机端的一个优化，就是你如果之前是用主机玩 POE 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用过滤器的，你会非常难受，尤其打到那个 T15、T16 之后，满地图全是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那现在就是他们做了一个优化，就是更新了一个网页系统吧，你可以在这里给你的主机账户订阅一个过滤器的东西啊。他们说这个是类似 POE1 的系统，我没有玩过 POE1，所以有玩过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啊。然后就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改动吧啊，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最后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环节啊，就是乌娜在第一幕本该响起的演奏，他们终于响起了。The exiles. Fixing the music that Una was supposed to play in town. And play.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希望能够对你的接下来的战斗体验有所帮助。那么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